看不懂成交量，哪怕再炒10年股票，你也不会懂价格大跌为什么反而会见底。如果你经常在大跌时割肉卖出手中股票，而且一卖就上涨，一次两次可能是巧合，但经常一卖就上涨，那么就一定有人为的影响。其实这背后的一切都是主力专门为散户设置的空头陷阱，也就是今天要讲的散户割肉模型。而这呢，其实都可以通过成交量来进行提前发现。今天我们用10分钟的时间，教会大家怎么看懂下跌的散户坑。当散户割肉时，怎么才能够买进廉价筹码？不再是割肉卖了就起飞，而是买入就上涨。大家好，这里是阿哲频道。本视频呢是量学小课堂的第1讲，以后会持续更新关于成交量的实战技巧。还没订阅的朋友，记得点赞订阅。想要看懂散户割肉，我们需要了解一些关于成交量的基础知识。其实放量下跌，它本身就不是好事情。放量下跌后，往往是会继续下跌的。成交量它有3先规律，第一个规律是卖在买先，买卖平衡的规律。比如一家公司它上市的时候有1000万股，假如全流通被1000人所持有，那只要呢这1000人他不卖出其他人呢他就买不着这只股票，那么成交量它就一定会是0，这就是卖在买先的规律。那放量大跌说明什么？说明当前市场出现了大量的抛售，很多人在卖，而抛售后市自然是不看好的，所以你会经常看到放量下跌还要下跌。当你看得多了这种情况之后，那再次遇见放量大跌，就会条件反射，哪怕亏损，哪怕割肉，我也要卖出股票。但却经常会发现，这一次当你卖出时，却是大跌见底，而后加速上涨，真的是后悔的拍大腿。但我可以保证，如果你看不懂这背后为什么大跌会见底的逻辑，那么下次放量大跌还是得割在地板上。好，听到这呢，有朋友就着急了阿哲你说放量呢是有人抛售是不好的怎么到我这，我一大跌放量我就卖，一卖就卖到最低了，这次卖出它咋就不继续跌了呢？好，其实呢我们刚刚只说了成交量第1条规律的前半句，也就是卖在买先，但后半句呢我们还没讲呢也就是买卖平衡的规律。有成交就会有量，而有卖则必然有买。放量大跌的背后，也同样表示大跌同时，除了抛售，也有人呢在不断的进场吸纳筹码。单纯有人想卖，没人想买，是放不出量的。所以呢，成交量放大的背后，我们也经常会说是分歧的出现。有人看空，所以选择卖出；有人看多，所以选择买进。不断的分歧产生，所以不断的放量。有人经常会讨论一个话题叫放量下跌是好还是不好。那其实这个讨论没有太多的意义，就好比呢大家猜一猜明天的市场是涨还是跌一样的无趣。那不断的分歧背后不存在对错之分你说明天看涨你是对的，看跌也是对的，因为这种分歧是自然发生的，由散户主导的那么其实放量大跌的结果往往就抛硬币谁猜对谁赚钱谁猜错谁割肉在地板。那现在的市场越来越多的分歧其实呢是主力刻意而为，所以散户大部分时间呢是属于猜错的那一方，那割肉在地板呢就成了常态了。好，那么今天的散户割肉模型就是要教会大家不要去参与散户和主力之间的博弈或者说分歧，我们呢要在分歧揭晓之后去进场，与主力同行。那么现在开始最关键的一步来了，我们来学习散户割肉的模型，记得做好笔记。希望下次呢在散户割肉时没有你的存在没有你参与。好，来看模型，上涨的时候突然发生调整重点是上涨，出现了一根阴线，2根阴线，第2根阴线它需要是放量的阴线，如果是放量大跌，那效果会更佳，割肉的痕迹更明显。
好，接下来呢是关键的一步，我们要如何去确认分歧结束？好，而且是主力胜出，并且准备拉升。在下跌放量后，我们需要出现买入的信号，才能进行入场交易。好，我们现在用实际行情来看一下，讲一下具体的买点，和一些实战注意的事项。好，大家听好了，我们现在以标普500指数22年6月到11月份这个区间的行情来做个演示。买点5诀我放在图板上，口诀大家记好，那你可以一边听呢一边抄一遍。现在行情的范围是比较大的，看得不明显，我们把细节放大。好，我们先取6月到8月，这段时间，第一句口诀放量阳直接买。好，我们稍后再讲，我们直接看第二句，买点口诀第二句，缩量阴阳突破买，指的是当价格出现2根阴线，第2根阴线是放量的阴线，就构成了散户割肉的初级模型啊。比如这里下跌调整，当出现这2根阴线时，第2天它是一根缩量的阳线，那么我们就需要将缩量阳线的最高价作为交易区间。只要价格呢在3天内，我们说短期突破交易区间，才能构成买入 K 线最好是收盘突破。而买入 K 线的最低价格，我们作为一个止损。好，我们可以发现它是第2天出现了突破，那么这一天的阳线就是我们进场做多的 K 线了。后续价格出现一波不错的上涨，不过注意了，散户割肉模型更多是以短线交易为主。好，这是我们买点口诀的第2句解读。现在我们来看第3句，放量下跌不能买。这其实呢也算是一个实战的注意事项。看这里，当价格下跌出现了散户割肉，也就是2根阴线，第2根呢是放量阴线。好，我们发现第2天还是继续出现下跌，出现放量阴线，那么要小心了，往往后续呢还会有下跌空间。再止跌也不能随便交易，除非反弹后再次出现散户割肉，并且符合买入口诀才可以。我们再来看一下买入口诀第4句话，10日新后上涨买。这句口诀的意思是，当价格出现散户割肉模型，比如说这一天，那你会发现散户割肉后它出现了10日新的 K 线。什么叫10日新？它代表了分歧产生后变盘的信号。那是看涨还是看跌呢？往往要等待结局出现，不要着急。那当你发现第2天是上涨阳线很明显结局是看涨。那么回过头你会发现，这一个个的散户割肉的位置确实是低点，而有那么一群人，他不断的频繁的在低点的位置卖出。相信呢，这2次散户割肉的位置很大可能是同一群人。也希望呢，在本视频之后，以后这里面没有你的存在，没有你的参与。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将行情进一步的推后，来到标普500指数8月到11月的行情走势。这是一波中期的下跌走势，一般散户割肉的位置不太建议在中期上涨后调整的时候去寻找不过我们现在呢，在初次的教学就把这些都看一看。这里是不是出现了第1次的散户割肉模型？注意，它的第2天是再次放量下跌，那么要特别小心，大概率短期还得跌。好，所以呢，哪怕有那么一根反弹阳线，也不能随便买。好，反弹后呢，再次下跌，再次出现散户割肉，这一次可以吗？我们来看一下，这里出现了一种现象，叫阳盖阴线这里呢，我们可以用第5句口诀了，也就是阳盖阴线果断买。什么叫阳盖阴？阳线的收盘价过了放量阴线的最高价，那么当天果断买进。因为它的位置原因是在下跌途中，所以呢，它是一个相对不错的反弹行情。短线来讲利润还可以之后价格反弹后就再次下跌了这种异常的放量我们就先不管了，只先看日常的放量下跌。这2天再次出现了散户割肉模型，但第2天它是缩量的阴线我们说口诀第2句叫缩量阴阳突破买。那我们在高点画一个交易区间，3天内突破做交易。可惜的是
3天内价格根本够不着，更不用说突破了。那后续的行情再涨到这个位置就会有压力啊，也就可以构成了卖点了。好，我们继续看前面这2天的阴线，不要看漏了，它们也是散户割肉模型啊。以后看到2根阴线就要看一下啊，成交量。第2天呢还是缩量的阴线突破再进场，可惜呢也是没能有效突破，再次放过。价格反弹，而后又出现了散户割肉。有朋友说，这是缩量阳线啊，应该呢是第2句口诀，缩量阴阳突破买，是不是？不过你可别把最后1句给忘记了，叫阳盖阴线果断买。你会发现这一天它是缩量阳，同时也是阳盖阴，阳线收盘过了放量阴线最高价，那么它就构成短线的强势买点，这时候成交量就不是特别重要了。当然，如果它是放量的阳盖阴，那么会更加强势。我们会看到第2天直接跳空，也就是说昨天你买进，第2天短期直接给你盈利，好，这叫强势。那么再次的短线止跌上涨，阳盖阴呢是强势反转信号。很多时候啊，散户割肉后，你哪怕就最极端的出现再次放量大跌，我们说不能买的，但它只要短期呢有阳盖阴线出现，也是一种买点啊。不过这种情况比较极端，比较少见，风险也比较大，所以就不作为正常的买点啊，我们就先不讲了。好，本轮下跌，它最后在最后还再出现了散户割肉啊，而且2次出现，2次都是缩量阴线止跌。那么突破的价格作为进场的 K 线，也是本轮下跌最低点这一根低开高走阳线啊。听到这里，你不可能说阿周我还学不会了吧？后面呢我要再加快速度了，如果还不太懂的，可以把视频暂停啊，做一下笔记，或者说呢再翻到前面去再听一遍。好，我们看一下这一轮上涨，有2次的散户割肉，一次呢是放量的阳盖阴，果断买；一次呢是缩量阴啊，同时呢它也是10日新，所以呢上涨买，或者说上涨突破再买啊，2次都是上涨回调低点啊，你会发现上涨去介入比下跌的时候要好一些。学会了散户割肉，那别人呢再去割肉的时候，你就可以选择进场啊，和主力呢一起买股票，和主力共舞，和主力同行啊。我们现在看一下最新的标普500行情啊，也就是最近的啊，这个行情可能没有截全啊，因为当时呢我在做这个课件的时候，是几天前哈。好，那么出现了几次散户割肉呢？我们认真看了一下，应该是有5次的，其中有1次不太标准啊。第1次呢是散户割肉后是缩量的阳线，我们说突破交易。第2次散户割肉后呢是缩量阴线，还是突破交易。好，第3次也是我刚才说不太标准的1次，因为它的放量不太明显，严格来讲，它这种属于7种量柱里面的平量柱啊，这种呢我们就先把它当做放量吧。啊，它后面呢收了一根缩量阳线，没有突破，那就先不买。好啊，我们来看一下第4次，散户割肉后它出现了放量的阳线啊，我们说直接买，短线低点再次上涨。最新的这一次是在3月23号啊，这一天构成了散户割肉啊，这一天收了一根缩量阳线，口诀叫缩量阴阳突破买，那么突破作为交易机会。相比起之前我们讲过的均线拐点系统给到的短波买点，那么是不是成交量这一个短线买点会更加提前？这就是成交量比起指标反应更快的一个地方。好，那模型的基本形态和买入要点，我们花了10分钟时间啊，已经讲完了。那对于模型散户割肉，大家可别觉得这样就结束了啊！这节课听完我就好了啊，结束了哈。我们实战中呢还有很多的需要注意的地方，可能你在用的时候会发现很多特别的案例，特殊的情况，不一定呢像我们今天这个视频当中讲的那么标准啊。但是因为视频时间原因呢，我们很难一个一个讲的太全面啊，一个个列出来啊，所以大家以后如果遇到什么特殊的情况啊，都可以呢在本视频下方的评论区交流啊，有问题也可以提啊。成交量呢高低缩放啊，本节课是量学小课堂的第1节啊。你如果对于成交量的战法确实感兴趣，
想要持续收到更新，也可以点赞加订阅，以后我们可以时常见面。那么小课堂的第1节呢，散户割肉，这一个课程就先到这了，我们下期再见，拜拜。